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开启亚洲访问行程。据美联社报道，布林肯告诉国务院高级官员，拜登希望他的团队继续专注于执行他的外交政策议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则表示，布林肯强调拜登的任期还剩1/8，他此行将到访老挝、越南、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蒙古。其中在老挝，布林肯将参加东亚系列外长会。外界对于中美外长是否再会面也高度关注。美国务院表示，如果两人会面，将谈及台海问题。在长达约10天的亚洲行中，布林肯还将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于28号与日本官员举行美日2+2会谈。据悉，双方将重点讨论推动落实拜登和岸田文雄今年4月达成的有关升级美日军事联盟的协议，包括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指挥权，以及设立更多美日联合开发武器装备项目等。除了2+2安全会谈外，布林肯还将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外长一起参加4方安全对话。实际上，布林肯和奥斯汀这次亚洲行安排2场2+2，另一场是与菲律宾，主题为南海问题。法新社注意到，这次美菲2+2之前不久，菲律宾才与中国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达成临时性安排。菲方也担心拜登任期结束后，其政策立场将不再作数，因此提前做出应对。实际上，不止菲律宾，美联社报道指出，亚洲及其他地区盟友都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将陷入谷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认为，从布林肯亚洲行的日程安排来看，对抗性十分明显，是来者不善。是不是想利用马克思政府的软弱来挑起一些冲突，为他们这一届政府的垃圾时间争取一些主动？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不给他任何挑衅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演讲中，拜登还谈到中国。他说，在我上任时，一般人的看法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但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有分析认为，这是拜登在提醒美国人，自己的对华政策很成功。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拜登可能将成为自卡特前总统以来首位没有在任内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回应称，拜登政府非常慎重对待中美关系。中美元首去年11月进行了会晤，双方高级官员也进行多次互访，未来这样的高层互动还将持续。We want competition without conflict. So we have also had a number of cabinet secretaries. We've spoken to that. 这一届政府，我认为是表达出美国的这种政治外交上的对华政策方面的两面性很突出的一届政府啊。一方面，他们也在谈论跟中国的合作，但是在竞争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加剧。鉴于拜登已经表示要坚持做完任期最后6个月的工作，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拜登将致力于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但分析认为，由于特朗普的强势已经犹如影子政府，拜登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美联社认为，拜登现在俨然是一名跛脚鸭总统，6个月的时间也不足以让他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但拜登仍有可能努力在外交领域留下政治遗产。美国总统拜登东部时间周3晚黄金时段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11分钟全国电视讲话，这也是他退出总统大选后首次面对公众。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按照白宫的规矩啊，凡美国总统在椭圆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那肯定是有大事发生。它的规格与媒体待遇甚至高过1年1度的国情咨文讲话。那过往呢，小布什总统再次发动海湾战争，宣战伊拉克；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的任务，也都是在这里。那问题来了，拜登周3晚上在电视黄金时段讲的这11分钟，是在谈美国大件事儿吗？那么在任总统退选当然是50多年一见的头等大事，但是呢，它不是3天前就已经发生了吗？拜登当时为什么不选在椭圆办公室讲话，而是以最低调的方式于周日的午后选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爆炸性的声明呢？我认为这直接关乎外界对拜登这一次电视讲话的全面评估。在我看来，拜登电视讲话主要他有3重目的：其一是解释退选决定，用他本人的讲稿，前进的最佳途径是把火炬传给新一代，他重进总统的职位，但是呢，他更爱自己的国家。那拜登的言下之意就是退选完全是牺牲小我的爱国决定。
那这也是不少美媒报道的一个路数。《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标题就援引了拜登的这一句：“捍卫民主高于个人的抱负。”但是，这个结论成立吗？我看悬。要追问的是，拜登他退选到底是主动行为，还是在民主党内外的重压之下的一个被迫的选择呢？须知，早在2周之前，好莱坞明星也是民主党募款的头号金主，叫克鲁尼，他就已经在《纽约时报》刊发来论文章：“我爱拜登，但是他是时候退出了。”那么更不要提过去这几周美国主流媒体密集刊发的公开劝退拜登的那些个社评文章了。我上周也曾经在节目中评论，形势比人强，拜登他已经选不下去了。其二就是适宜所谓的剩余任期，套用一句当下的流行语，作为退选总统，拜登在白宫的最后的日子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政坛垃圾时间。这不，他的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开启亚洲6国的访问，就被不少媒体嘲讽是所谓的告别之旅。虽然拜登口口声声接下来还要推进捍卫投票权和选择权，反对仇恨极端主义，继续支持乌克兰等等这些个优先事项，但是呢，这些恐怕不算拜登的真心话，也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其实拜登他最想说的，周三较早时，白宫女发言人皮耶尔呢已经替他做了嘴替。皮耶尔在回应福克斯记者的提问时就这样声称：不，拜登不会辞职。那么拜登退选之后，共和党猛烈炮轰他的总统适任性。刚获提名，在猛力图表现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现在呢是对拜登的头号攻击手。那么拜登讲话的第3重目标是什么？是要维护身后名吗？没错，美国政治语境中的一个专用表述就是所谓的个人政治遗产。那么这也是拜登这一次选择椭圆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按照《纽约时报》的爆料，7月13号，民主党参院领袖舒默曾经与拜登面谈35分钟。舒默当面分析了拜登继续搞选战的3大风险。那个人政治遗产被排在最靠前的位置。那么其他呢，还包括美国未来的风险，以及民主党国会选战被拖累的风险。美报就称，当时拜登回应要再考虑1周。我想这实际上也在再次的见证，拜登退选很难被认定是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抱负。更有多家美媒就爆料说，直到退选声明发布之前的几分钟，他才向他的竞选团队的部分高管做了通报。当时呢，这些人还在密集向媒体喊话，拜登将会选到底。那么这些人他是不是被拜登给卖了？拜登退选之后，民主党大佬包括一些自由派的媒体对他是各种溢美之词。奥巴马就发声明称，拜登退选是最高等级的爱国者行为。但是呢，在我看来，这些个肉麻吹捧名不副实，货不对版。而且更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于，拜登看中的所谓政治遗产是与今年大选的结果高度关联的。那么一旦特朗普最后胜出，现在把拜登捧上神坛的那些个舆论高赞，分分钟就会变调翻脸，一定会指责是拜登退得太晚，埋下民主党选战落败的最大的祸根。今天《纽约时报》就对此做出直白分析，拜登还有半年时间巩固他引以为傲的政治遗产，但是这些个遗产在民主党选民中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更要强调指出，拜登高度看重权力经营的这一场11分钟的电视演说，他回避了美国公众现在最关注，也是对美国国家治理分量最重的一个核心的追问。我认为这恰恰也是关乎拜登个人政治遗产的一个最关键的追问。但您认为拜登这场演说回避了什么？为什么他是最大焦点？作为刚刚退出大选的美国史上最高龄的总统候选人，身为还有半年任期的在任总统，拜登他的真实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他的认知能力有没有出状况？你说这个追问重要不重要？对美国国家治理要紧不要紧？是不是和美国公众利益和选民知情权息息相关呢？但是拜登昨天在椭圆办公室的讲话对此全然回避，这让拜登所谓拯救民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那些个高调的喊话，成为所谓的难以承受之轻。好莱坞明星克鲁尼在那一篇很轰动的逼宫劝退文章中就声称，他6月间在一场筹款会上见到的拜登，
完全不是他当年认识的那个了不起的拜登。作为交叉验证，民主党的众议员叫莫尔顿，他呢奉拜登为自己的政治导师兼密友。他本人在2014年初选成功，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拜登的助力。但是6月间在法国诺曼底出席多国的纪念大会时，按照莫尔顿他的一个公开讲述，当他和拜登打照面，总统先生似乎已经认不出他来了。所以现在我很是替那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许不值。他2月间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虽然宣布对拜登涉不当机密文件处理的事态不予立案，但是呢，基于 FBI 特工对拜登前后2天持续5个多小时的当面问询，报告中对拜登的这样一句描述，也就是善意、记忆力差的老人，成为民主党火力全开的攻击焦点，因为当时被认定是拜登竞选拉票的一个关键期。现在看来，这位检察官的结论有错吗？但是他就因此沦为美国党争的一个牺牲品。拜登住进白宫这几年，有关他的健康与认知的传闻不断，上飞机摔了，做完演讲又摔了，把泽连斯基说成了普京总统，又将副手哈里斯喊成了副总统特朗普，甚至最奇葩的所谓的会见窜稀的传言都冒出来了。所以你能说拜登他在首场电视辩论中的车祸现场式的这种表现完全是偶发事态吗？甚至已经有媒体人在质疑了，既然拜登他的衰老与认知事故由来已久，为什么白宫庞大的记者团对此会守口如瓶呢？美媒不是要当公益看门狗吗？白宫记者为什么没能够爆料起底呢？是不能为，还是不愿为、不敢为呢？为什么在拜登首场电视辩论之后，有关他衰老不堪的各种爆料才呈现出井喷的一种势头呢？当初围绕拜登健康的信息封锁墙又是如何建成并且维系的？有关拜登的健康与认知疑云，到底还要在美国政坛飘多久呢？这些答案都在风中飘。